欢迎收看北境讲文化大革命第18讲，上山下乡至18层地狱。中国人讲地狱有18层，那么其中最可怕的是第18层，也叫无间地狱。那么你在里面受到的痛苦是无休无止的，你没有喘息的时间你也没有休息的机会，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这个痛苦都是延续的你没有办法从里面得到解脱。无论是你忏悔还是有别人来超度你，你都没有办法逃离那个地狱永远的困在那里。最近呢，香港有一部电影非常的火，叫《破地狱》当然我还没有机会看到非常的期待。我们今天呢，也用这期节目来破一破这个地狱，或者至少感同身受的回到那个年代，去看看当时的人们上山下乡之后到了一个怎样的18层地狱。那么我们顺着上一讲的时间线来讲到了1968年。那么1968年呢，是文革已经开始2年了，经过前一段的一个折腾各地夺权瘫痪地方政府那么军队的介入最后各地重组这个革委会。那么这个时候呢，9月7日周恩来现身在天安门广场，他就宣布OK， 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我们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了。他本来呢应该感觉一切都结束了，对吧？但是其实他们当时在做一个清党运动又有很多的人被扣上什么叛徒的帽子又被清算非常的惨。那么对于之前的这些一块煽动起来的闹事的这些学生们这些红卫兵们，周恩来心里是怎么设想的呢？他当时觉得学生应该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到工厂、矿山、农村里去劳动。那么当时的情况是呢，学生整个秋天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协助下都在认真的读书。然后秋天过完之后1968年的12月22日就传来了一份政令。政令内容是：我们也有2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人民日报写道毛泽东下令学生到乡下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有人说这就是红卫兵的末日那么好，我们接着来看接下来几个月开始了，乡镇和城市中就都没有年轻人了。在随后的10年中，有数百万名学生被送到乡间的偏远地区。在北京可以见到学生列队走向火车站，队伍长的看不到尽头，现场有人挥舞横幅，管乐队卖力演奏，人人笑容满面，全心期待。车站中挤满了学生、家长和朋友，有的人拿着手提袋和脸盆走上火车，有的人则紧抓着这个窗户和这个和里面的人说话。扩音器呢播放着革命歌曲其中有一首特别有名，歌词来自于毛泽东的那个红宝书，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么当时的年轻人就在这样的一个党和国家对他们的期望之中就走向了这些田间地头上山下乡，但实际上是一个地狱在等着他们那么周恩来在9月那时候已经号召学生也要向群众去学习了，对吧？那时候有些人就已经自动离开了，他们都是这个毛主席的坚贞信徒与忠实的拥护者。有些人就认为上山下乡对他们这个世代的人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革命的红色继承人，是明日的领袖，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以后也可以长大之后独挑一摊去领导这个全世界的革命，当时很多人这么想的。所以他们可以在乡下先磨练自己，为这个革命做出贡献。那么就有人被派到新疆、内蒙古和满洲等地这些有一些军队农场在当地。这些人呢就会更自豪，因为他们等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就等于算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志愿者呢，就受到这种田园式的描绘啊所吸引，就觉得这个上山下乡非常的浪漫啊。怎么想的呢？他们就觉得乡间美不胜收啊，生活又富足啊。那比如说当时这个北大荒特别有名，对吧？在这个满洲啊，有人就说，在我想象中，这是一方遥远、神秘而令人神往的水土，辽阔的处女地，一望无边的雪山松林，小木屋，篝火啊，呲啦呲啦的篝火啊，狩猎、滑雪，甚至还伴随着一点那种刺激的小危险啊，因为野兽出没，暗藏的敌人啊，就想的是这个中苏边境啊，夜间这些苏修的特务啊，翻越国界。很多人就是这么去想象他们去上山下乡的这种生活的啊，又美，又有这种刺激啊，又有大有可为的事情可以做。结果呢啊，我当然了，也有人啊，并不是抱有那么多的幻想，他们纯粹呢是太无聊了，因为呢已经一连数个月啊被关在宿舍里，年轻人嘛，对吧？他渴望有一些新鲜的事儿做。当然也有人反抗啊，因为按照规定，就是这个流放下乡是永久的。当时这些学生必须把户口卡交给警察局，从此他就不能在城市中合法居住了，等于他们就失去了城市居民通常享有的这些补贴和优待啊，而且呢会与这个家人朋友啊永久的分离，这种心理上的创伤啊。举一些例子，比如在湖南，收到下乡命令的全部学生中啊，有1/4到1/2假装不知情。他们当时就希望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啊，搞来搞去，因为之前的运动也是搞一波就停止嘛，他们也希望这个上山下乡的运动会停止。很多家长拒绝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下，并且恳求一些地方干部啊，或者运用一些自己私人关系，向这些长官去说情。那么，并且呢，有一个招，就是他们把这些孩子啊，在这个下乡之前，他们想办法把他们送到这个地方政府单位或者工厂里去工作啊，看看这样能不能就不去上山下乡了。比如在这个襄阳县啊，每10个学生当中就有4个啊有以上说的这种情形，还有一些家长会篡改身份文件或者谎报孩子的名字。那么有一些少数家长甚至就是公然反抗了啊，就说我女儿是因为我的政治争议而受迫害，要被送到乡下去，但我并不是反革命。如果你们要我女儿下乡，就得还我清白，否则她一天都不会离开家。就算我得花大价钱从黑市买粮食来养她也行，我看你们要怎么办。那么就有许多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时啊组成的这些群众组织嘛啊，现在他们也就开始行动起来了，把一些学生啊就窝藏在这个城里啊，有一些干部也会去拒绝这个服从这个上山下乡的政策啊，他们说我宁愿做征兵工作10次，也不要把学生送到乡下1次。那么学生自己呢也会挺身反抗啊，尤其是在这个第一批啊下放的学生，有的人就会走漏这个乡间生活的实情，并且传回到城里，就告诉你们那是一地狱啊。这些有的人就是说啊，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下乡，死了用担架抬去倒是可以啊。但是你在这种国家机器下，你这种抵抗是没有用的啊。那么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啊，叫杨瑞，她呢刚一抵达这个满洲啊，这是个女生，她的这个幻想就破灭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幻想啊，她去的那地方看不到什么雪山啊，看不到什么原始森林，就是一个全是蚊子的大沼泽。说那些蚊子又大又嗜血，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把它穿这个工装啊，就能钉破它，刺穿。他早上6点就得在田里开始工作，一周要干7天，但是食物呢，仅仅能够勉强糊口。他必须走在1英尺深的这个泥泞之中，用镰刀割大豆，整条这个割完啊，要走1-2英里。这杨瑞呢，
他还得跟这个自己身体开战啊，因为他体力都会用到极限啊。他当时想说这是考验，是审判，是战斗前线啊。那么，但是呢，他一开始他是不洗澡的，因为那个条件啊，没有公共的澡堂，也更没有这个私人的浴室啊，都没有。那么后来他发现头上开始有虱子了，那他必须洗澡。然后他就只能最后学会了在宿舍里啊赤身裸体的当着众人的面用这个脸盆洗澡。那包括这个洗衣服啊，这些都是苦差事啊，因为你想想在东北那个地方啊，他都是从那个井里打水上来，再用扁担挑回来，那个水冰冷刺骨。那当然这个杨锐呢还算是某种幸运的，因为很多上山下乡的学生啊，住的地方连这个遮风避雨的屋顶都没有啊！比如在湖北，很多下乡的学生大概有一半住在什么洞穴、破庙、猪舍或者临时架起的棚屋里。在湖南，每4个学生当中就有多达3人没有固定住所，这个比例就很惊人了啊，75%。有些人每隔几周就必须到别的地方去落脚，那么有的呢就只能住在这种没有办法遮风挡雨的这个棚屋里。理论上呢，他们在分配到农村的时候是有这个居住津贴的啊，但是地方干部就会把这些钱私吞啊。那么政府呢还会透过购买这个木材的这个资金啊，然后去给他们做一些补贴啊。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些村庄的领导又会把这个钱挪来去制造棺材。说有一次有一户人家埋葬自己的一个死去的亲人啊，埋了之后几天后又把这个棺材再挖出来，再把这个木板还给原本的补助对象。当时的家具也极度缺乏，在这个之前的大跃进时期啊，因为为了这个大炼钢铁啊，各地农民就到处的去把树砍光，然后拿这个木头放到自家的这个熔炉里去烧。说湖南呢，这些本来茂盛的森林啊就被砍光了，只剩下光秃的这些山头。长沙附近的一座啊曾经非常茂密的森林啊，就变成了一大片这个泥泞地。那么到了文革的时候呢，说这个省都没有完全的从之前的这个滥砍滥伐之中啊恢复过来。好，木材就是变成了稀有商品。你要买一张床，说就连在城市里都是个挑战。那很多人就只能把一些木板钉在一起，勉强充当个床板。说在湖北省天门县，有些学生没有床，也没有蚊帐啊，有的人甚至连这个锅和碗都没有。那么在乡下呢，你这个添火烧柴这些事情就是问题了啊，你更别说制作家具了。那么村民呢，时时刻刻的都在留意着这些木材啊和草啊。这个丘陵区的这些山丘啊，也是因为在大跃进的时候啊，全都变成秃山了，所以很多的这些村民啊，都要从家里啊走上5英里地去采集一些树枝儿，才能够来烧火。那么湖南还并非是特例啊，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也加剧了山东省的这个燃料短缺的情况。原本供应这个平民使用的这些煤炭量啊，被削减了1/3。1968年跨1969年的这个冬天啊，这些学生不是派到乡下吗？好，那有些村民必须烧自己的家具，后来变成烧自己屋顶上的这个干草啊，你才能取暖。在莱西，甚至有这个木造的这个小桥都只能被拆掉啊，然后去丢到火里去烧。很多的猪都因为这个草料被拿去当这个燃料了，这猪都饿死了，这么个情况。所以食物啊相当的缺乏，这村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然后你现在又上山下乡派下来这么多这些学生啊，怎么管？因为大饥荒呢，之前的这个在1962年大致结束啊，但是其实这个数千万的中国人啊，一直还是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城市内的食物也不够。1966年春天是这个大饥荒之后复苏的一个高峰期啊，此后的生活条件就开始随着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啊，越来越恶化。这当时在南京啊，这个肉是配给的。那么你在市场上呢，你能找到的蔬菜
不是发霉的，就是腐烂的。那这个长江呢，是从这个南京的西门流过的啊，附近有很多的湖啊，但是人民依然要排队买鱼。常常有人为了争夺水果而互殴啊，因为每天只送3-4公吨的水果到市场，就大家都要去抢，平均每个人只能分到几公克。那么大部分乡下地区的状况啊，更是恶劣的多了。你比如1966年秋天啊，安徽、山东那个时候啊，你到处都能看见乞丐和游民，田野荒芜，树皮都被扒光了。这个铁轨旁啊，就老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尸体。精确的数字呢很难统计啊，但仅仅就山东省而言，1966年春天就有1000万人缺乏粮食。沧州有数千人因为饥荒而出现水肿现象。那许多人卖掉了所有的家产，包括衣服，最后只能在路上行乞。真诚就有一些饥饿的灾民只能卖掉自己的孩子。1年后啊，该省有1400万人挨饿。整个文化大革命这10年期间啊，很多的这些村民就从来没有摆脱过饥饿的状态。那么这些学生现在到了乡下了，看到了如此穷困无比的景象啊，之前都在城市里嘛，都大吃一惊。其实现在的此时此刻的中国人，很多人在城市里的，你要是到真正的乡下去看，你也会大吃一惊。再讲一个案例，有这么一个人，他之前是在上海的啊，住在这个徐汇区的，好，现在就被上山下乡啊，派到哪里呢？这个东北的这个四平，这里呢曾经在这个内战的时候发生过非常惨烈的战事啊。那好，在这之前说他的家人就拿出了所有的家产来换取食物啊，就是他在城市里的时候已经过得这么惨了啊，一家人在一个所有东西都卖了嘛啊，空无一物的家里啊，瑟瑟发抖，就在这个地板上吃点饭，这是他在上海的情况。但是他到了这个乡下之后，这个乡下的赤贫的状况仍然超出他的意料之外。这些村民就住在用草、麦秆和泥巴糊起来的这种小屋里，这一下雨，这小屋就被这个雨水冲刷的呀，就慢慢崩塌了，就融化在泥里了。很多家庭啊，只有一套衣服，有的人就只能赤身裸体在这个村子里走动啊。说这个屋里啊，仅有的食物，你可以看到上边全是这个苍蝇和蛆。这些数字可能很冰冷啊，包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人物的回访啊、访谈录啊，在当时的湖南的许多地方3/4的下乡的学生缺乏食物，甚至比如在衡阳地区啊，当时有17000个年轻人被派到村里去啊，说有83%的人都在挨饿。再讲个例子，有一个到满洲的学生啊，一个女学生，她就只能靠吃什么烫这个包心菜、水煮马铃薯啊、土豆和这个甜菜根儿，还不是甜菜啊，撑了下来。说她刚到那儿的时候，说有5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尝到过油的滋味。冬天来了，温度降到-40度，那个时候他们的食堂里供应的是什么呢？只有汤。什么汤啊？就是飘着几片菜叶子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咸味的这种清汤。每天供应3次，每天喝3-4汤。关键是你还不是说我喝完汤我就回屋去躺平了呀，窝在被窝里，不是啊，他还要干这个很粗重的农活啊。所以这样说，当时就造成每10名女学生中就有9个人，90%的比例啊，月经失调。还有其他的疾病，比如在江西和云南啊，这是当时情况可能最差的这个下乡省份。那来自上海的学生啊，每6个人里边就有1个人就会得这个慢性病，从肝癌到心脏病都有。
那发配到中国北部的学生呢，就因为长期的缺碘而患有甲状腺肿大。这些病呢，就也令人疲惫不堪嘛，你就无法工作啊，再生病，然后你营养又不良啊，等等这些情况，就是一个漩涡不断的加剧啊，就是陷在这么一个18层地狱里，你的这个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你也没法休息啊，就是在不停的受这个磨难和痛苦。当然，这个患病率的这个数据啊，难以取得啊。那么，在湖南很多这些知识青年啊，就过早的就离世了嘛，就撑不下去了，死了，不断的发生。那这些死因呢，什么都有，中毒啊、溺水啊、其他意外啊，当然还有自杀啊。那暴力事件也是层出不穷。那有些学生就卷入到了什么村庄的这种政治里啊，那就被人打死，说他们的尸体就在路边就被人发现。那么就有这个军方管理的生产队啊，虽然纪律严格，但是这个体罚也相当常见。说当时在云南啊，就有超过1000名的这种年轻学生被士兵殴打啊，其中2人死亡。那就有一些人呢，就会上书啊，找青天大老爷抗议他们所处的状态。有一个去湖南的一个年轻人啊，他还回忆说，最早选他来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当时很自豪嘛。现在他怎么说？他说：“现在呢，我只是在混日子罢了。我对书和报纸已经兴趣全无，对祖国的前途或人类的理想毫不关心。我只是机械式的做着吃饭、工作、再吃饭的动作，好像我变成了区区一头为了生活而工作的畜生。”那另一位这个年轻学生啊，觉得自己遭到村民的严重排斥啊，于是反复的要求家乡的主管机关啊，能够改判他终生在劳改营里服刑。就是他受不了在这个农村的这个地狱里了，他觉得去这个劳改营里可能反而过得更好。但是其实他也对这个劳改营有多残酷也是未知的啊，没有概念。有人说自己啊就觉得这个我已经上山下乡了，对吧？我的这个人生，他觉得自己是多余而无意义的存在。很多人形容当时这一代上山下乡的这些红卫兵也是多余而无意义的存在。有人就说，就这些年轻人其实看得也很透，有的人他说，我的国家找不到更好的事儿让我们做，就把我们全都像粪土一样丢到乡下。农民不需要我们，我们是他们的负担，只会带给他们麻烦。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特别忧心的啊，以及做文革这个系列啊，大家去反思历史，实际上是要面对现在的一些困境。那中国的大量的年轻人也找不到出路，很多人其实还抱有幻想啊，觉得国家不会抛弃他们，但是其实这个国家原来也做过这样的事情的。最后没办法的时候，找不到事情能让年轻人做，放你们在城里又怕你们去惹是生非，对吧？或者担心所谓的什么颜色革命，那怎么办？到一些危急的时候，就会把你们像粪土一样丢到乡下去自生自灭。说起初呢，这些工作就已经令人痛苦至极了，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这些遭到一些当地人，包括一些军人啊的调戏和性侵。那有很多人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就被迫嫁给侵犯他们的人。但是呢，这些女孩啊，很少会投诉，因为就算有人投诉啊，也还是有的，也没有人理会啊，没有人主持这个公道。而且你一旦把这事说出来呢，你又还会遭到这个其他的村民的排斥，甚至指控是你们自己行为不检，诱使人去性侵你。那么当然了，有一些投诉呢，偶尔有一些投诉也会获得一些些许的回应。比如1971年，湖南呢就有几个这种加害者被枪毙，但是呢有一个主管单位啊就是这么说的，
说在某些地方，性侵和逼婚被当成一般男女关系的一部分。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很多地方的一个习俗，没有这个性侵的概念，包括逼婚啊，强迫女人去接受这个婚姻，包括接受这个性。即便到现在的中国，这些很多地方啊，依然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觉得这是一种传统、一种习俗啊，一种约定俗成的男女关系的一种正常表达，加引号的正常。那当然了，你纯粹把这些地方归咎于这个一些传统文化或者地方特色，也是没有完全把这个责任去全说清楚的，对不对？因为实情是什么呢？就是权力高层没有人想要质疑毛泽东指派城市学生接受群众再教育的所谓的智慧，没有人敢去挑战毛泽东。那么没有，也就是说没有高层或者中层啊，去愿意去管这些学生上山下乡，现在导致性侵啊这些事情的这么一个后果，这就是很多人不愿意管。那么好，1968年派数百万的年轻人下乡，这是毛泽东干的，对吧？到了1973年，所谓的去对他们进行一些解救啊，那么也有毛泽东的份儿。那比如说有人就给毛泽东写信啊，陈述自己的儿子在乡下承受的可怕状态。那这个人当然是可以跟毛泽东搭上线的人，对吧？那么毛泽东给他的回信里就是很关切啊，并且拿自己的钱300元给他等等的。好，那么之后这个中南海就召开紧急会议啊，由这个周恩来主持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毛泽东又开始推卸责任了。他表现出来的姿态呢，就是含蓄的将这个事态去怪罪到周恩来身上。好，那就开始管了，各地的性侵案件呢，就突然间就重见天日了。那位于湖北距离武汉西边只有6公里的这个天门县，就一项调查就彻底揭发了，从1969年至1973年间，你看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啊，说有200多名年轻女性遭到猥亵性侵。或者如调查报告中的用词说被以其他方式糟蹋，这是当时报告里的用词。说有些这个受害者年仅14岁。那么曾经担任湖北省省委书记的这个多年的这个副总理，当时的李先念他也在这个报告里写下说湖北省恐怕不是一个天门，其他县有没有？好，之后接着查，那么湖北共有40几个县，那你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去推算的话，那你整个省得有几千甚至上万名的女性受害嘛。然后类似的报告就从中国的其他地方都呈到了北京。辽宁省揭发了3400件施暴或性侵案件，领导阶层就装的怒不可遏，怒不可遏。那么周恩来就叫嚷的说，公安部要有动作啊，不能心软啊！李先念也大声疾呼，杀了那些禽兽，否则我们无法安抚人民。现在看来都挺搞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的1年，湖北有超过500人因为对年轻学生猥亵、施暴或性侵而判刑，其中有7个人被判死刑。那么这个情况当然就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呢，这个上山下乡运动没有废除，每年仍然有100万名年轻学生被发配到乡下，就连毛泽东死后，仍然有许多人被困在乡间，有些人就结了婚了有些人则无法取得城市居住证。1962年至1978年间总计约有1800万到2000万名学生被逐出城市。那么当然了，被流放的呀，不只是学生。1949年这个逐幕降下之后新政权就开始挑出一些可能威胁社会秩序和浪费公共资源的人，就整批的开始逐出城市。
包括什么呢？娼妓、穷人、窃贼啊，还有数百万的难民和退伍军人都被成批的往乡下送。这是中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老方法。这个方法以后会不会用？一定会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学习一下历史啊，反思一下。所以这么一弄呢，这个乡间啊就成了这个不良分子的集中地。接下来呢，就开始搞这个户口登记制度啊，严格管控人民的这个自由迁徙，那就产生这种猫捉老鼠的现象啊。好，在乡间呢，最有效的生存之道就是你要离开这里啊，跑到城市里去，因为城市才需要这个廉价的劳动力啊，你才能有口饭吃嘛。好，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当局其实有的时候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城市的这个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存在的，就有一个庞大的这个下层阶级啊，就此形成。这些人呢，就只能干这些肮脏、困难又很危险的工作啊，也很不稳定，经常有时候也会被抓住啊，遣返回这个乡下。偶尔的，中国就喜欢搞这种扫荡行动啊，清除这个城市中没有什么身份文件的人呀，等等的啊。那么更严重的会给你发配到劳改营。啊，1968年的9月7日，周恩来宣布啊，学生应该上山下乡，对吧？向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学习等等的，并且呢，也开始搞这个党内清理队伍的这些事，并且说要精简我们各单位的机构，将精简出来的人员下放到乡间去加入生产。好，在这之前呢，有数百万人啊，利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混乱局势啊，就从乡间啊就混入到城市里了。好，现在周恩来说驱逐他们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听起来像不像前些年蔡奇做的，在北京啊清理低端人口一样的老方法，共产党的老方法一直在用。包括现在啊，你要精简这些机构啊，勒紧裤腰带子，那这些人去哪儿呢？你最后这个城市里很动荡的时候，就得想办法把这些人消化掉，当成一些数字消化掉，当成一些资源。这个方法还会被用。那么好，开始了。周恩来发话之后，这一次的这个流放，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这个上山下乡这个阶段，规模就非常惊人了。就因为我们知道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当权的时候啊，也在到处去把一些人逐出城市，他们在搞事情，对吧？当时全中国有大约40万个家庭啊，因为背景不佳啊被逐出去。但是这一次，由周恩来啊，由毛泽东，由他们这个中共高层来主导的这一次驱逐，到1975年为止，仅仅从上海迁走的就有大约33万人，这还不包括95万名的学生。在一些比较小的城市，下放到乡间的平民人数啊，其实比学生还多，比例是2比1。然后啊，我们接着往下看，说当时这些人啊，每10个人中就有9个人在饥饿的边缘徘徊不定，90%，每月仅能靠12公斤这种带壳的壳粮勉强度日，就相当于一天不到1000卡路里。这是什么标准？就是远低于国际救援组织认定的，就是你生存所需的最低量。这个最低量是1700到1900卡路里啊，当时的这些人一天都1000卡路里都不到，那也就是差不多只有这个国际救援组织认定的生存需求量的一半。那也有很多全家人都被放逐的案例啊，而且这种放逐啊，它是不管你有没有生存能力的，不拿你当人的。你比如61岁的这个人叫黄英啊，他被划为了反革命，那他的岳母、妻子和女儿连坐啊，跟他一起被送走。还有一个人叫刘素才，
他的妻子呢有学习障碍，他呢就只能照料这个年龄4岁到14岁不等的，他有4个小孩。那他在乡下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生活。他这也不是一个个案，在湖南被下放的家庭中，大约1/5负责养家的这个人啊，他没有办法取得足够的当时有一个工作点数啊，拿不到这么多，他就没有办法照顾其他的成员。这还是当时养家的这个男人啊，那你像什么孩子呀、病人呀、残障者呀、老人呀，怎么办？很多人呢，他没有务农的经验，他在城市里他是做一些什么小贩呀、工匠啊、技工啊，或者文职啊、老师啊，他都是这些不同的技能，他是适合在城市里生存的技能。你到了这个乡下去务农，他没有这个经验啊，但是不管啊，全都去自生自灭。阶级背景呢，在这个国家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阶级背景不好，对吧？就说你出身不好什么的，比这个污名在当时比这个污名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说你无法养活自己。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啊，这个帽子一定会以后扣给中国的年轻人。就说你躺平，你高失业率，最后他不会去怪说是你这个国家政府运作的有问题等等，他不会，他会说你们这些人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可耻。这个国家意识形态是这样的，一定会给你们扣这样的帽子，可耻，比你什么这个阶级背景出身不好更可耻。那怎么办？也就是换言之，在那个社会里，贫困的人最后会被当成在这个阶级里当成最低贱的贱民来对待。所以当国家经济处于一个萧条状态，政府就会想把这种造成资源消耗的人数减少。人民在他们眼里就是这个一个数字，这些数字在消耗这个资源，我要把这个数字减少。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在中国许多地方啊，其实真正遭到流放的都是最弱势的群体，失业者啊、游民啊。上海市当局甚至预设了一个要减少1/3人口的一个目标。说早在1968年4月，所有退休的和因病休假的工人都被下令啊，你若没有正式的阶级证明，就必须回到乡下去。然后就没有任何的退休金和医疗的支付了。那么1年半之后，被遣返的人数已经超过了60万。那么当中包括了学生，还有很多一些什么不良分子啊。这时候呢，又出了一个新计划，就是提议将等待遣送的人数增加到350万，这个数字非常惊人。甚至所有医疗人员中都有半数的人被遣走。然后慢性病的病人也被列入这个名单，你得了慢性病，他们也会认为你没用，你创造不了价值，你消耗资源，你是贱民，赶出去。说当时计划连监狱都要迁到城市边缘以外啊，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全面的执行，但是上海的人口啊，此后很多年都停滞在1000万人左右，就是官方在控制。还有什么一些人呢，也要被这个下乡呢，就是一些所谓的走上歧途的干部啊。那他们被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武器干校。那么是在这个1966年5月7日啊，毛泽东写信给林彪啊，称赞这个当时的这个延安模式啊，鼓励人民学习不同的技能啊，等等等等。好。为了纪念这个事儿，2年后，黑龙江省就成立了一个叫5期干校的劳动农场，啊，这些什么走资派呀、修正主义者呀和不遵守规定的官员就到这里来劳动生活，改过自新。那么68年9月30日，毛泽东就是他正式认可了这项实验，啊，并且表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啊，等等的。好，那么不到1周，人民日报就也开始发文吹捧5期干校，呼吁全国都效法这个黑龙江啊。那么好了，那就各地开始成立这种
干部学校啊。然后呢，并且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监视下啊，等等的搞这些事情。比如说在江西找了一块地儿啊，完全是泥泞的一个野地方啊，荒凉无比，成立这个干校，与世隔绝。所以这些东西啊，就很像这个目前在新疆啊搞的这个什么再教育营。就这个模式是中共一贯的，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对特定的给你扣一个帽子，你就成了少数族群了啊。你比如你是这个走资派的干部啊，你是什么红卫兵啊，你是弱势群体啊，你是慢性病啊，你是维吾尔人，都一样，他们只需要找这么一个名头安在你身上，好了，你就变成了少数人，少数人就要被多数人去专政，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政体的一个特色。或者根基，它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干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可以完全无视法律、无视规定、无视人权，我圈一块地儿啊，跟一个监狱似的。但名义上告诉你，你需要被再教育，你得学习技能啊，你得学习语言啊，就跟现在对维吾尔人这些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啊。好啊，这边就说了这些。干校这些条件有多么惨呀，什么啊，这就不念了吧啊。有的人觉得这些你都是共产党员，你活该啊。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无论是这些什么共产党员啊，还是你的普通市民，还是学生啊，不只是学生在上山下乡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被卷入到这个里边，这实际上都去了这个18层地狱。而且我们现在回望啊，是我们知道文革经历了10年，这些人后来有一些人还能够从里边挣脱出来，但是你深陷其中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文革刚开始2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是没有边的，未来是没有光的。你现在这个地狱里，就是每天无休无止的在那里跟你的这个生命去挣扎的。那这里边他们就会做这种这个服从性的试验嘛，就是让你干一些特别荒诞的事情啊。你比如说下雨天就让你出去劳动啊，并且没有什么理由，就一堆砖你就必须得搬来搬去，这就看你能不能服从，就是摧残你的这个意志啊。这里边的人呢，除了一些这个过去当干部的一些党员，他也包含当时全国最卓越的一些科学家、医师、工程师、哲学家等等的。那这些人本来就应该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实验室啊去做这些科学研究啊，或者这些教学啊，对吧？现在你只能干什么呢？很粗重的苦工，铲泥土、背砖头等等的啊，运送肥料什么。说有一次啊，让一个说剑桥大学培养出来的数学家和一个在莫斯科大学写过博士论文的物理学家，让他们俩一块杀一头猪。不会啊，就这样啊，这些人才完全不能干他们真正应该干的事情。那么就搞得啊，很多人就面色蜡黄啊，呆若木鸡。之前我们讲过的那个聂原子，对不对？现在也倒霉了啊！之前风光的这些红卫兵什么的，写大字报啊，斗别人啊，破四旧，现在一个个的也都倒霉了，对不对？每天早上负责把笨重的尿桶拿去倒啊。之前两派之间斗的这个互相是敌人的啊，现在也别敌人了，一块在这干苦工。凡是当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啊出现过的这些派系，这些派系的当时的这些学生领袖啊，甚至一些工人领袖啊，现在全都到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些干校里遭迫害。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呢，就是和发配到乡下啊，并且返乡无望的这些大量的平民和学生比较呢，那这些被送到干校的政府官员啊，其实他们的日子是好一点的，有一定的保障，而且人数也比较少，对吧？甚至后来这些有的人还能够重返自己的原来的岗位啊。
所以今天这一讲啊，就是给大家粗略的讲一下这个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啊，以及他们实际上到实际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啊，陷入了这个18层地狱。有的人的一生啊，我们也都看过，原来有一个电视剧叫《孽债》吧，对不对？有些人的一生，包括他们的下一代，都还深陷在这种伤害链之中啊，跳不出来，破不了这个地狱。但当然也有一些人啊，最终他的命运有一些转机啊。好，我们今天这一讲就讲到这里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